再来看这个洞，就是曾经发现了8大桶银元的洞呀，而且这个洞深不见底呀。这处300年的财主大院里，竟然发现了8桶银元，主人用菜刀将儿子砍死，又悬梁自尽，太凄惨了。看古村古鉴，品百味乡村。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今天我来到了距今有300多年的财主大院，老财主竟然把儿子用菜刀砍死，自己又悬梁自尽了。在这个房子里，竟然还发现了一个藏宝洞，听说里边曾经还挖出了8桶银元和一把日本人用的军刀。曾经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老财主为何杀了儿子又自杀呢？关注燕子，我们一起走进大院去了解一下。大家来看，这个院子是很大的，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院子，它这个门楼是很漂亮的，在当年有钱的人才能在这里居住上这样的豪宅。在这边旁边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就是儿子居住的院子了。听说老财主家曾经呢是一户非常有钱的，他的钱是哪里的呢？其实老财主一家他是做皮毛生意的，1里1外倒卖皮毛而赚钱的。那么他们呢把这些皮毛就销往了山西、内蒙等地，所以在当地也是赫赫有名的有钱人。咱们看看这个儿子曾经居住的院子，来看一看是不是很漂亮。我们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砖雕的面是很漂亮的。我可得千万小心点，因为这些院子下边有很多都是洞，一个连一个的洞，如果我一不小心掉下去了怎么办呢？从上边往下看，这都是曾经留下来的，而且这个窗户都是榫卯结构的这种格格，可见当时盖房子的时候是盖得多么好。我们看看这个砖，这都是曾经留下来的这个砖，而且往上看，我们能看到这个上面都糊了泥巴。其实这个是文革时期的时候糊上去的，当时这个背景比较特殊，所以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结果，而且把很多比较有历史代表性的一些砖雕呀什么都给打下来了。咱们就走进去看一看里边。走，你们说不会塌了吧？我进来看一看，还是挺害怕的。进来看看，这泥皮都已经脱落了，而且这个窑洞的一种形式，外边是一间窑洞，左边右边各一间。我们进来看看这边是什么样子。大家看，这里是一个炕，在炕的旁边还有当时留下来的墙围，但是这个墙围应该是后边又有人居住了，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咱们看一下这个炕，炕那边都已经坍塌了，还有这些墙上的泥皮也都已经掉了，可见这边已经荒废了一段时间了。咱们再来看看旁边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啊？当年的老财主的儿子，他在这边居住的时候要比这个豪华的多了，这是后边经历了年代岁月的一个洗礼，导致现在这个窑洞变成了这样的一幅场景。这是灶台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炕，这都是上面坍塌下来的，估计再下个几场雨，可能这房子也维持不了多久了。咱们赶紧到老财主居住的院子去看一看，那个发现的藏宝洞和里边曾经发现银元的那个洞是什么样子的。咱们赶紧走，从这里走进来就是老财主居住的院子了。为什么老财主要把自己的儿子用菜刀活活的砍死呢？这里边是有原因的，我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。当年日寇入侵时，财主的儿子正值青壮年，而在那个时候，日本人正好在这个村子里巡逻，他就发现了这个孩子，他也特别喜欢练习武术，就喜欢上了日本人这个军刀。日本人就觉得他的儿子有利用价值，于是呢就把他叫了过来，说你想不想要这把军刀？如果你想要这把军刀，你就把八路军到底在这个村子里藏在哪里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就把这个军刀送给你。那么这个村子里藏了3个八路军，于是他就把3个八路军的消息告诉了日本人。日本人得知以后，把军刀就真的送给了这个孩子。那么这个孩子高高兴兴的回家，就把这个军刀藏起来了，赶紧带着人就去村子里抓这个3个八路军。当然3位八路军也得到了消息，就早早的已经逃走了。日本人没有找到这3个八路军的踪影，于是回到村子里就杀了几十个村民，最后也把他的儿子暴打了一顿。老财主得知了这件事情以后，并且在儿子的家里就搜出了这把军刀，他特别的愤怒，
就从这个房子里，他抄了一把菜刀，直接就把他的儿子活活的砍死了。在愤怒之中，他做的事情虽然很正义，但是他也很后悔、很懊恼，生的唯一的一个儿子就这样惨死了，他自己也没有脸再去活下去了。于是呢，就在这个屋子里悬梁自尽了。想想也比较凄惨，但是也应该是他的儿子罪有应得吧。现在咱们就走进老财主的院子，去看一看这个房子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，里边的藏宝洞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在那个时候能有这样气派的5间窑洞，那就是家里非常有钱的了。左边呢是厨房，而最右边的这间房子就是当时放一些闲杂物品的。我们现在就去中间的这些房子去看一看里边。进来我都有点不敢进，就有点害怕，因为这里边也是坍塌比较严重。咱们到旁边来看一看，里边还散发着一股味道。进来以后确实有点害怕，而且里边这个窗户都被拿砖挡住了，因为以前没有玻璃，所以他们就全部都是这种纸糊的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灶台也已经坍塌了。哎，咱们还是出来看看那个藏宝洞究竟在哪里。快来看，这就是那个洞了。听说这个洞里边曾经挖出了8桶的银元，当时财主很有钱，他就把那个银元还有家里的财宝金银全部都埋到了里边。但是后边不知道他死了之后，这些银子都哪里去了？里边也是很深的，只不过现在是被堵住了。听说在日寇入侵时，这个洞也起到了大作用。日本人来了以后，村民呢就是踩着这个。家人，你们看，这个洞是能下得去的，只不过我一个女的我就不敢下了。来，你们看一看，这都是能踩的，一步一步的就下到这里边了。而这个洞里边应该也是深不见底的，你看我这个还能伸进去，这个里边日本人来了，人就藏到这个里头去了。可见呢，这个洞当时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。还是别动了，现在呢已经被一些烂衣服给挡住了。这间就不用看了，要是有宝贝，估计也被盗宝人给盗走了。还是别看了，万一坍塌了，把我留在这儿咋办？还是赶紧出吧。哎呦，从财主大院出来，我的内心感触还是特别深的。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听村民口口相传留下来的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很深的寓意的，预示着我们做人一定要心存正念，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要不然的话引来杀身之祸也是必然的。就像老财主的儿子也是因为一时的贪念才酿成了父亲被砍死的悲剧，预示着我们做人一定要做一个真诚正义富有使命感的人。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了，关注燕子，点赞评论转发收藏，我们下期见。